金刚狼可以说是一个很悲情的英雄，他这一生好像都没有真正的幸福过。他身怀异能，却甘于平凡。和复联的那些英雄相比，他几乎不像是个超级英雄。他没有富足的生活，没有万人敬仰的身份，反而他变种人的身份一直让普通人忌惮害怕。他经历过无数战争，身边的人一一离他而去，让他养成了桀骜不驯又杀气腾腾的反英雄气质。他悲观、残酷又冷漠，几乎只保持一种原始人的本能。但特殊的人或事又能唤醒他的一点柔情，让他相信世上还有一些美好的事物。他狂暴强悍，会被击倒，也会受伤。最后他也不再不老不死，显示出人类的软弱和珍贵。这期视频我将带你回顾金刚狼的一生，回顾这个接受命运磨难考验的普通人。金刚狼原名詹姆森·霍莱特，也被称为吉米。1832年出生在加拿大西北地区。1845年在他生病期间，父亲照顾他的时候，和他母亲有染的园丁托马斯·洛根醉醺醺地来到他家，这导致了他父亲和园丁的冲突。最终托马斯开枪杀掉了他父亲。看到倒在血泊中的父亲，愤怒冲毁了理智，骨爪在愤怒中第一次从拳头和关节中伸出，给了杀父仇人致命一击。他以为自己亲手血刃了杀父仇人，可托马斯在生命最后时刻告诉他，他才是他的亲生父亲，倒地的那个只是他的养父。突如其来的信息就像是晴天霹雳，母亲用看怪物的眼光看着他，最终不知所措的他和同样是变种人的兄弟维克多逃入荒野。维克多也就是剑齿虎，也是园丁的儿子，所以俩人是亲兄弟。两人一起承诺今后同甘共苦。之后他用了 Logan 这个名字。在随后的128年间，兄弟两人并肩作战，利用变种人的能力参加了各种战争，包括美国内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越南战争。每一次战争，兄弟俩都体验了对杀戮的欲望和渴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维克多嗜杀的性情变得越来越无法控制。时间来到1945年，他从欧洲前线调到太平洋战区。8月9日之前，他被日军俘虏，并被送到长崎附近的战俘营。在1945年8月9日的长崎轰炸中，一个日本兵石之田一郎看到美军飞机后，放走了所有囚犯，其中包括 Logan。就在石之田准备切腹自尽时， Logan 救下了他，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他面前。侥幸活下来的石之田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准备将自己的军刀送给 Logan。Logan 拒绝了，他建议石之田替他保管好这把刀，并保证日后会取回来。想不到的是，两人再次见面时，石之田差点要了他的命。时间到了1962年，万磁王和 X 教授准备招募变种人，对抗塞巴斯蒂安·肖成立的地狱火俱乐部。两人在酒吧找到 Logan， 邀请他加入，但 Logan 对两人的回应是 Go fuck yourself。这件事被 X 教授一直记在心里，后来原封不动地将这句话还给了 Logan。时间很快到了1973年，这一年将 X 战警整个系列分成了新旧两条时间线，所以 X 战警整个系列时间线混乱的一批，连死士都忍不住吐槽 These timelines are so confusing。1973年1月，罗根受雇给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做保镖，但他把保镖当到了床上。第二天早上，他的那点不检点行为被揭露。在旧的时间线中，金刚狼基本上保持着不活跃的状态，完全避开变种人的事物。魔形女在越战期间刺杀特拉斯克时，他要么不关心，要么毫不知情。而在越战期间，维克多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他想要强奸谋杀一名年轻的越南女子时，遭到其他士兵和军官的阻止。维克多暴力升级，杀掉了一名高级军官。曾经承诺同甘共苦的罗根伸出骨爪保护维克多，最终两人因为不服从命令杀害高级军官，被判处枪决。但两人都拥有超强的自愈能力，导致处决失败，于是两人被囚禁了起来。他们的特殊能力引起了威廉·史崔克将军的注意，至此罗根结识了他一生的敌人。史崔克招募两人加入了他的 X 变种人战队。在史崔克的指挥下，两人和韦德、0号特工、克里斯、弗雷德以及约翰等变种人联手，在全球各地执行秘密任务。一次任务， X 小队奉命寻找并保护一颗神秘的陨石，但后来发现这颗陨石是尼日利亚拉各斯的钻石走私行动中发现的艾德曼合金。之后确认了这块陨石碎片来自一个偏远村庄。史崔克为了获得更多的艾德曼合金，带领 X 小队成员审问当地人。村长认为陨石是神圣的，并且拒绝透露更多信息。恼羞成怒的史崔克命令维克多杀死村长，并杀掉手无寸铁的村民。面对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罗根突然醒悟过来，他厌倦了打打杀杀的生活，也不能忍受 X 小队对生命的蔑视，最终退出 X 小队。但维克多决定留在那里，从此两兄弟分道扬镳。在离开 X 小队的6年间，他在加拿大的落基山脉成了一名伐木工人，还有了一个漂亮的妻子银狐凯拉。他的生活趋于平淡，习惯了每天去工地伐木，离开的时候在工友们羡慕的目光下和凯拉吻别。回去的路上经过学校，接上凯拉，路过树林间的小路，开向他们山顶建造的风景最好的木屋，享受自己普通平凡的生活。但每天夜里他都会做噩梦，曾经犯下的罪孽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总会不自觉地深
伸出骨爪，还伤害了他的爱人。但凯拉从不介意，只是温柔地安慰他，没事儿，你不是一只野兽。一天夜里，凯拉给他讲述了关于月亮和科库瓦斯的爱情传说。Why is the moon so lonely? Why? Because she used to have a lover. His name was Koikawatsu, and they lived in the spirit world together. Every night, they would wander the skies together. But one of the other spirits was jealous. Trickster wanted the moon for himself, so he told Koikawatsu that the moon had asked for flowers. He told him to come to our world and pick her some wild roses. But Koikawatsu didn't know that once you leave the spirit world, you can never go back. And every night, he looks up in the sky and sees the moon and howls her name. But he can never touch her again. 科库瓦斯就是金刚狼的意思，凯拉是他的第一位爱人。这个关于月亮和科库瓦斯的爱情传说，成了他们一起留下的最后一段浪漫的回忆。一天，他正在伐木的时候，凯拉遭到维克多的袭击。罗根感觉到凯拉遇到危险，发疯似的冲了出去。等他找到凯拉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从现场的蛛丝马迹察觉出，凯拉的死和维克多脱不了关系。晚上在酒吧和维克多的一场打斗，他左手上的骨爪被维克多踩断。第二天在急诊室醒来的罗根见到了史崔克，他再一次被拉回了史崔克的世界。史崔克告诉他维克多已经失控，并要求他加入自己的 X 计划，给他一个通过实验强大自己的机会来报复维克多。为报杀妻之仇，罗根同意了，但他警告史崔克，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报复。当然了，史崔克的目的可不是让他报仇。在接受艾德曼实验前，他要求制作一个新的狗牌，上面写着金刚狼。金刚狼的名字就是对凯拉和他分享的故事的致敬。他把自己比作那个再也见不到爱人的科库瓦斯。实验开始了，史崔克将艾德曼合金的金属融合到罗根的骨架上，这一度导致他生命垂危，多亏了他身上的治愈因子让他得以幸存。实验成功了，但史崔克却不打算让他获得自由，想要抹除他的记忆。无意中他听到史崔克的指示，成功逃离了实验室。他通过以前 X 小队的成员了解到，史崔克在准备一个新的项目，并联合维克多在三里岛囚禁了许多变种人。来到岛上见到史崔克后，他发现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史崔克计划好的阴谋。他的爱人银狐凯拉也是一名变种人，可以通过肢体接触催眠别人，而且凯拉是史崔克安插在他身边的卧底，之前的死只不过是骗他的假死表演，目的就是让他心甘情愿地进行 X 武器实验。凯拉的背叛深深伤害了他，他把银狐比作欺骗他的骗子，而自己就是那个被欺骗的傻瓜。感到受伤的他决定离开这里，但凯拉却流下委屈的泪水。他的妹妹被史崔克囚禁起来，并以他妹妹的生命威胁，他只能就范。金刚狼刚走不远，就听到凯拉的呼救声，他本性中的善良让他忘记了背叛。返回去后，再次面对维克多，两人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最终金刚狼占据上风。就在他准备给维克多致命一击时，凯拉提醒他不要屈服于内心的黑暗，提醒他记住自己的人性。凯拉的话和维克多的嘲讽形成鲜明的对比，最终他被凯拉的话点醒，饶了维克多一命。之后凯拉也向他解释了自己的无奈，虽然他参与了这场阴谋，但对金刚狼的感情却是真实的。之后他又透露了史崔克的另一个秘密项目 X 武器11号，将各种变种人的超能力集合在一个身体上，打造出超级战士死士。之后在排皇的帮助下，金刚狼解救了被囚禁的变种人，并和维克多联手打败了超级战士死士。被救下的变种人中还有他日后的情敌镭射眼。在死士刚出现的时候，金刚狼让凯拉带着其他变种人离开，他决定独自面对所有威胁。但已经受伤奄奄一息的凯拉离开之后又选择了回头，他在耗尽最后的力气之前来到了金刚狼身边，表白了他的爱。死士被打败后，他抱着受伤的凯拉准备离开，本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可史崔克突然从后面开枪，用艾达曼合金制成的子弹打中了金刚狼的脑袋，导致他昏迷不醒。这一刻起，所有的过去都随风而去了。史崔克准备结束凯拉的生命时，凯拉抓住他的脚腕，用自己的能力让史崔克一直走到失去所有力气，然后自己也因为受伤严重再也醒不过来。当金刚狼再次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记忆丧失，不记得过去以及周围的人，包括排皇和凯拉。在凯拉的那个故事中，史崔克就是那个骗子，他是那个月亮，金刚狼则是科库瓦斯。他凝视着死去的凯拉，一脸困顿，无法记起他的名字，也不知道这是他曾经深爱的女人，只是淡淡的帮他合上眼，然后离开那个见证了他们无奈的结局的战场。从这以后，他只知道脖子上刻着的那个名字就是他的名字，但他却不知道那个名字来源于一个浪漫的故事，一个他曾经最爱的人给他讲的故事。在一家酒吧里，他独自沉浸在孤独之中，酒保问他是不是在借酒消愁，他却说他在用喝酒来回忆往事，他正在努力拼凑破碎的记忆，并从过去的碎片中寻找慰藉。时间到了2003年，罗根仍然记不起自己的大部分
分记忆。他以角斗场斗士的身份生活在加拿大，浑浑噩噩的度日。由于在 X 实验中得到的狗牌上的标签，他开始使用别名金刚狼。在角斗场中，他认识了年轻的变种人小淘气。渐渐的，他和小淘气之间逐渐发展出一种类似父女的感情。小淘气能够通过触摸来吸收其他生物的生命，包括这个生物体上的超能力。简单来说，就是可以短暂的获得其他变种人的超能力。两人在路上遭到剑齿虎维克多的袭击，但奇怪的是，兄弟俩人似乎都没有关于对方的任何回忆。此时的剑齿虎看起来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战斗中，剑齿虎逐渐占据上风，暴风女和镭射眼及时出现，救下了金刚狼和小淘气，并将他们带到了 X 教授的变种人学校。在这里， X 教授说服金刚狼加入 X 战警，并承诺愿意用自己的心灵感应帮助他回忆过去。最终，金刚狼成为 X 战警的一员，和镭射眼、暴风女、凤凰女、秦格雷成为了队友，共同对抗万磁王以及万磁王的团队。这个时间段，国会通过了变种人注册法案，也就是说，要所有的变种人都公开身份。除此之外，人类还想对变种人做实验，研究他们的超能力。这一法律不仅侵害了变种人的隐私，还威胁到了变种人的生命安全，自然就遭到了万磁王的反对。万磁王的对策是借用小淘气的超能力，将自己的能力传给小淘气，然后用机器将所有人都变成变种人，那么变种人自然就安全了。然而 X 教授却发现这台机器并不完善，并且人类通过机器变成变种人不久就会死去。 X 教授与万磁王理念不同，他认为变种人应该从自身出发改善，学会控制自己的能力，让普通人感到安全，渐渐的被普通人接纳，所以自然要阻止万磁王。最终，金刚狼、凤凰女、镭射眼以及暴风女成功阻止万磁王，将万磁王送进了塑料监狱。当然，变种人和普通人类之间的关系依旧紧张。在变种人学校期间，金刚狼和凤凰女产生了超越队友的感情。不过，当他敞开心扉向凤凰女表达感情时，凤凰女明确地表示自己的心属于镭射眼。阻止万磁王后， X 教授向他透露说，在加拿大一个废弃的军事基地，也许那里能让他找到自己的回忆。于是金刚狼离开学校，前往加拿大，开启了寻找自我之旅。不久，他发现剑齿虎一直在跟踪他，紧接着两人之间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最终金刚狼获胜。然而就在他准备结束剑齿虎生命时，意外发现剑齿虎带着和自己一样的狗牌。这一发现让两人暂时放下分歧，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就在这时，史崔克的手下冲了进来。出乎意料的是，两人默契的联手，共同对抗史崔克的手下。但不幸的是，两人最终被对手制服。在押送他们的直升机上，剑齿虎恢复意识，牺牲自己将金刚狼扔下飞机。金刚狼得以逃脱，但史崔克发现和维克多的联系程序失败，于是下令手下用艾德曼合金子弹杀掉了维克多。金刚狼则继续自己身世之谜的探索，来到 X 教授提到的军事基地。当他走进大门时，他只看到一只孤独的白狼。跨过门槛，他也只发现这里只不过是一个残破的防御工事基地。一番搜索之后，一无所获。失望之余，他只能回到变种人学校。与此同时，万磁王在魔形女的帮助下成功越狱，而金刚狼一生的敌人史崔克再次登场。他先是控制夜行者，对总统进行了刺杀行动，导致政府和变种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然后他又贼喊捉贼，让总统同意他对 X 教授进行调查，并同意他消灭变种人的计划。史崔克从自己变种人儿子的大脑中提炼出制造幻觉的药剂，控制变种人给自己做事，甚至想要用儿子的幻术来控制 X 教授，杀掉所有变种人。当史崔克带领士兵袭击了变种人学院时，意外地见到了金刚狼。他回忆起和金刚狼过去的交往，详细描述了他对金刚狼历史的了解，这让金刚狼在记忆的碎片中不断挣扎。就在他要求史崔克讲出自己身份时，一道冰墙出现，将他和史崔克隔开。与此同时，感受到威胁的万磁王建议 X 战警和自己展开合作，一起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史崔克。同时，金刚狼在和万磁王的聊天中了解到，史崔克在自己痛苦的过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史崔克的老巢艾卡里湖工业中心的秘密基地，在那里唤起了金刚狼最黑暗的经历的回忆。中间一个巨大的绿色池子，墙上挂着关于他艾德曼合金骨骼的照片，让他那不安的回忆一步步加剧。装有艾德曼合金的水池以及水池上钢爪留下的划痕，不断引发他接受实验时痛苦的回忆。在他茫然无措时，史崔克的出现打断了他。当他质问史崔克他是谁时，他得到的答案却是他只不过是一个失败的实验品，而且史崔克始终觉得他当时是一只野兽，现在同样还是一只野兽。虽然金刚狼没有杀掉史崔克，但史崔克最终会迎来他的末日。X 战警和万磁王齐心协力打败史崔克后，想不到万磁王反水了。史崔克辛辛苦苦建造的脑波机，让自己的儿子侵入 X 教授的思维，到头来给万磁王做了嫁衣。万磁王让魔形女变成史崔克的样子，然后让幻象大师蛊惑 X 教授，将目标由变种人变成人类，想要杀掉所有人类。最终 X 战警成功阻止了万磁王，但撤退的时候，凤凰女为了拯救其他人被湖水淹没。时间到了2006年，镭射眼去了凤凰女被湖水淹没的地方，但他发现凤凰女并没有死去。镭射眼很开心
心，可随后凤凰女毫不客气地将镭射眼给秒了。X 教授让金刚狼和暴风女来调查这件事，之后他们发现此时的凤凰女逐渐被凤凰之力侵蚀，她可以分解任何物质，无论是人类还是变种人，在她的念力下顷刻间就会灰飞烟灭。之前是万磁王想要将人类变成变种人，而现在人类找到了让变种人变成人类的方法。 X 教授和万磁王时隔20年再次来到凤凰女的家，凤凰女爆发杀掉了 X 教授，之后则跟随万磁王率领兄弟会向人类展开反击，袭击了变种人解药的实验室。战斗中，金刚狼吸引万磁王的注意，野兽趁机给万磁王注射了疫苗，让万磁王失去了超能力。但此时的凤凰女已经失控，开始无差别的破坏周围的一切。金刚狼的治愈能力则使他成了唯一一个在这种危机时刻能够接近凤凰女的人。为了不让凤凰女伤害更多的人，在和凤凰女说了我爱你之后，亲手杀死了自己最爱的人。想要帮助她解救她，最好的办法竟然是亲手杀死她。这对于金刚狼来说是多么痛的领悟。在亲手杀死凤凰女的那一刻，他就跟着凤凰女一起死了。从银狐到凤凰女，他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人生老病死，可唯独他自己不受生死的约束，反而还会送走更多的人。永生对他来说不再是一种福音，反而成了一种诅咒。时间到了2013年，他选择归隐山林，和雪山森林为伴。没有朋友，也就不会失去朋友，就不用承担失去朋友的痛苦。此刻他最大的敌人不再是万磁王和史翠克，而是孤独。直到有一天，一位不速之客打破了他多年与世无争的生活。1945年，在日本长崎，被他救下的石志田快要去世了。石志田想要见他最后一面，想要把那把军刀还给他，于是派雪绪去找他。他前往日本，准备和这位故人做最后的道别。此时的石志田已经是日本最大科技公司的掌门人。他说要送给金刚狼一件特别的礼物，简单来说就是要了金刚狼的命。这个礼物够别致，够特殊。石志田自己并不想死，他的真实目的是想要将金刚狼的自愈能力转移到自己身上，从而获得长生不老的能力。自从金刚狼在拯救世界和拯救心爱的人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后，他在承受尊重的同时，也承受着因此带来的悲痛。在日本期间，他经常梦到自己杀死秦的噩梦。面对危机四伏的邀约，还有那神秘阴险的反派，身处自我迷茫中的金刚狼依旧能在不断的倒下后伸出自己的钢爪，记起自己孤独斗士的身份。尽管最后打败了石志田，但他的钢爪依旧被砍断，只剩下了骨爪。最终在石志田孙女真理子的帮助下化险为夷。这次事件之后，真理子接手了家族产业，并对金刚狼产生了情愫。他希望能留住金刚狼，但战胜银武士，从杀死秦的愧疚中走出来的金刚狼完成了自我救赎，从颓废不堪的野人蜕变成勇敢无畏的战士。作为一个战士的他，不想继续躲避，他预感到后面会有新的战役等着自己。金刚狼转变的过程也能看到现实的影子。人的生死无常，我们没办法掌控，但只要活着，自己的命运就应该由自己来决定。2年之后，也就是2015年，金刚狼在机场的电视上刚看到特拉斯克公司的广告，他的2个老朋友万磁王和 X 教授就找到了他，说人类在打造武器追杀变种人，他们需要金刚狼的帮助。时间很快到了2023年，变种人几乎被机器人哨兵追杀到几乎灭绝。原来在1973年时，模型女想要刺杀特拉斯克，但却被人类抓获。特拉斯克一直在研发哨兵，想要消灭变种人，而模型女任意改变外貌的能力刚好成了哨兵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特拉斯克对模型女的 DNA 进行研究，终于找到了让哨兵可以任意改变形态，获得任意变种人超能力的方法。从1973年特拉斯克抓到模型女后的50年的时间，人类终于打造出无敌的哨兵，变种人濒临灭绝。金刚狼、暴风女、X 教授、万磁王齐聚中国，他们的目标是将金刚狼送回1973年，阻止模型女刺杀特拉斯克，这样人类就不会抓住模型女研究她的超能力，也就不会有哨兵的出现，从而改变历史。因为金刚狼的自愈能力让他成为唯一能够承受时间旅行带来身体和精神考验的人。值得一提的是，金刚狼只是自己的意识回到了1973年，身体是1973年金刚狼的身体，所以1973年只有一个金刚狼。另外，这时的金刚狼又从骨爪变成了钢爪。官方的解释是在2015年到2023年之间的某个时间，万磁王帮他恢复了钢爪。从他时间旅行到了1973年之后，整个 X 战警的时间线就已经发生了改变，变成了新的历史。回到1973年的金刚狼找到 X 教授，希望能说服教授一起阻止模型女，但此时的 X 教授彻底颓废，也并不相信金刚狼，而且还将金刚狼曾经对他和万磁王说的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了金刚狼。Fuck off.
金刚狼只好说了许多那时 X 教授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的事情，才让 X 教授相信自己。之后他和 X 教授以及野兽找到快银，救出了被关在五角大楼的万磁王，最终他们完成了任务。但历史总是那么惊人的相似，曾经史崔克想要消灭变种人， X 战警和万磁王联手对抗史崔克，成功之后万磁王想要杀掉所有人类，最终被 X 战警阻止。这一次的史崔克变成了特拉斯克，依然是想消灭变种人， X 战警依然和万磁王联手对抗特拉斯克，但成功之后万磁王想杀掉总统，最后被魔形女阻止。虽然魔形女阻止了万磁王杀掉总统，但他还想杀掉特拉斯克，好在 X 教授说服魔形女，让魔形女放下了枪。魔形女的这一举动直接改变了历史，时间线重启。在新的历史中，特拉斯克不再是研究哨兵，而是被捕入狱，这也导致人类不再仇恨变种人，变种人的未来一片光明。所以从1973年到他时间旅行之前，曾经发生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所以他也没有杀死过凤凰女。但是这一次时间旅行的任务让他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他的身体被穿插钢筋沉入波托马克河底。等他再次醒来，他的意识回到了2023年。在这条新的时间线上，他是 X 学院的老师。见到 X 教授后， X 教授读取了他的记忆，于是他和 X 教授成了仅有的两个知道新旧历史的人。时间再次回到1973年，沉入河底的金刚狼被伪装成史崔克的魔形女救下，但之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再次被史崔克囚禁起来，被实施了 X 武器计划，并且被删除记忆，成了被史崔克控制的 X 武器。凤凰女和镭射眼在史崔克基地中营救战友的时候发现了他，并将他释放出来。分别之时，凤凰女读取了他的记忆，并让他知道了自己叫 Logan。 记起自己真实身份后，他一言不发，摘下 X 武器计划的附加装备后跑进荒野，踏上了一段动荡的旅程。在金刚狼1时，史崔克对他进行 X 武器计划后，企图删除他的记忆，被他听到后，他选择反抗逃走了。新的时间线，史崔克不知道天启的存在，抓了 X 战警的成员，结果导致凤凰女追到基地，放走了金刚狼。虽然是新旧两段不同的历史，但最终产生了相同的结果。金刚狼被注入艾德曼合金之后，失去记忆逃走，寻找自我。就像野兽曾经说过的话 It's like a river, you can throw a pebble into it, create a ripple, but the current always corrects itself. No matter what you do, the river just keeps flow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逃走的金刚狼最初成了一名杀手，之后成了一名角斗士，直到遇到 X 教授向他伸出援手，他的人生道路才发生巨大的改变。他加入了 X 战警，和团队一起执行各种任务，担任 X 学院的历史老师，将他的知识和经验奉献给未来几代变种人。时间到了2029年，早在2004年的时候，人类就发明了一种转基因食物，全球的人都在食用。这种转基因食物能够扼杀变种人基因，这导致了25年都没有再出现新的变种人。2008年的时候，发生了威斯特彻斯特事件。X 教授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癫痫发作时造成600人受伤，并且误杀了7名变种人。所剩无几的变种人还遭到不断的追杀。金刚狼意识到 X 教授病情不断恶化会带来危险，于是将 X 教授送到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一个偏远地区，在那里远离人口密集的地区更加安全。他时间旅行刚刚改变的历史，让变种人迎来了美满的结局。可短短6年的时间，变种人几乎灭绝。这时的他已经接近200岁，纵然有艾德曼合金，也抵挡不住岁月的摧残，治愈能力每况愈下，战力也大不如前。他随身都会带着一枚艾德曼合金子弹，思考着什么时候该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大脑竟然得了老年痴呆无法控制，一个世界上生命力最顽强的人却满身伤口，靠酗酒来麻醉自己。他化身一名豪车司机，等筹集足够的资金后，准备买一艘游艇，带着 X 教授和照顾教授的卡利班一起逃到大海，在那里他们才真正的安全。但他们一直期待的游艇想得却得不到。两鬓白发的他用伤痕累累的身体抵挡来自街头混混的殴打，只为了保住自己赖以生存的汽车。我们看惯了金刚狼战无不胜，而今也看到了他年华逝去，面对命运的重击如凡人一般鲜血淋漓，这也许才是普通人的人生常态。一天，一个墨西哥女人找到他寻求帮助，护送一名叫劳拉的11岁女孩到北达科他州一个名为伊甸园的避难所。劳拉也是一名变种人，是变种人武器公司培养出来的杀人机器，代号 X23。她和金刚狼一样有自愈能力，拳头和脚上都可以伸出锋利的爪子。虽然劳拉不是金刚狼亲生的，但身上却有着金刚狼的基因。X 教授说服金刚狼带着劳拉寻找伊甸园，于是3人一起踏上了未知的旅程。X 教授是金刚狼的老师，但更像是他的父亲。劳拉是他实打实的女儿，3人同框，如同3世同堂。一路走来，他们只有一点点短暂的快乐。X 教授被一个代号 X24 的变种人杀掉。X24是金刚狼黄金时期的克隆体。金刚狼和劳拉设法逃走了，劳拉说服他继续走下去。当他们到
到达伊甸园的时候，在那里见到了其他和劳拉一样的孩子。劳拉和孩子们计划逃往加拿大，但他们在穿越边境的路上被变种人武器公司的士兵和 X-24 攻击。孩子们打败了士兵，但金刚狼根本打不过他的克隆体，最终用牺牲自己的方式拯救那些象征明天希望的孩子们。一同经历了千辛万苦，劳拉终于喊出了那句爸爸。随后，劳拉和其他孩子一起逃往加拿大，留下了用 X 标记的金刚狼的坟墓。对于金刚狼来说，除了时间和生活，能打败他的只有他自己。随着他最后一次在镜头前倒下，再也没有爬起来的时候，他终于完成了自己一生的追寻。他只不过是一个接受了命运磨难考验的普通人，他为自己而活，为变种人而战，为人类而战，也为之而死。我们看着他从一匹小狼成长成金刚狼，再变成老狼，然后死去。属于他的时代结束了，就连 TVA 的职员们提到金刚狼都露出缅怀英雄并且缠他身子的悲壮表情。虽然小贱贱坚信和他一样拥有自愈能力的金刚狼一定是假死，结果就是他成功的找到了金刚狼的艾德曼合金骨架。小贱贱在挖坟的时候，背景音乐是经典歌曲 Only You， 这也暗示着坟墓里的金刚狼独一无二，无可替代。虽然在死侍3中金刚狼回归了，但曾经的那只狼却永远的跟我们告别。用原野奇侠的那句台词概括金刚狼最为合适，也就是劳拉在他坟墓前说过的那段话。 A man has to be what he is, Joey. Can't break the mold. There's no living with the killing. There's no going back. Right or wrong, it's a brand that sticks. Now you run on home to your mother. You tell her everything's all right. There are no more guns in the valley. I'm a princess. What are you? I'm the Wolverine.